欧洲黑店哪家强？法英跻身大魔王。最近5年，除了那些传统黑店外，还有2支5大联赛球队靠卖人赚得盆满钵满。相比于专坑榜一大哥切尔西的布莱顿，另一支是最近7个赛季642入欧战，近5年靠卖人仅涨4个亿的德甲劲旅法兰克福。因为杨晨的关系，中国球迷对法兰克福的印象一直很好，而近几年每到转会窗开启，球队比2战期间的法兰克福还要热闹，并且在卖人获利中净利润比布莱顿还要高一些，成绩不仅没崩盘，还能稳定进军欧战，中途还拿过一次欧联杯冠军。如果球团和教练也有天赋点，估计他们全都点在了锋线上。早在2019年夏窗，法兰克福就把去年各项赛事27球的射手约维奇以6300万欧买到皇马，随后又把各项赛事20球12助的阿莱以5000万卖去了西汉姆。但手握巨款的法英愣是忍住了没冲648，只是继续凑边角料。从那时起，法兰克福的转会策略彻底改变，开启了低买高买之路。而法英的灵魂人物则是21年出任法兰克福体育总监的马库斯·克勒舍。法兰克福的余粮肯定是比不了布莱顿老板的，但别针换别墅才真的彰显球队操盘手的本事。21年夏窗，球队将300万签入，2个赛季打入45球的前米兰射手安德烈·席尔瓦以2300万的价格卖掉。22年夏窗，将600万欧买入巅峰已过的传中大师科斯蒂奇以1500万欧卖去尤文图斯。23年夏窗，将600万欧签入帮球队捧得欧联杯的丹麦前锋林德斯特伦，3000万卖去纳波特斯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哥们离开球队后2年58场比赛愣是一个球没进过。No, very good. 又在关窗前将免签来的法国前锋单赛季46场造47球的科洛姆阿尼以9500万欧买去大巴黎。24年夏窗，将1300万买入的厄瓜多尔左脚中卫帕乔以4000万欧卖去大巴黎。25年冬窗，球队把免签来的边锋马尔穆什以7500万卖给曼城。而到了今年夏窗，又把3000万买入的埃基蒂克9000万卖去利物浦，包括塔图、索乌等7、8个主力加起来也卖了3、4千万欧，妥妥的肆意妄为。法英成了新黑店的背后，克勒舍肯定要记头功。他的秘诀有以下几条：第一是克勒舍手腕强硬，善于办公室政治。他刚来球队时，因为球探总监和他对着干，他直接将拥有30多人的球探部门大清洗。此后手下人对他言听计从。第二是他对于才俊倾向于签6年长约，不仅降低了球员压力，还亲自告知球员，第1年适应环境，第2年展示潜力，第3年我们一起挣大钱。第三，他从不设置最低解约金条款，并且不会让球员进入合同年，这样无论是续约还是转会，主动权永远在俱乐部，更方便他和谈判对象待价而沽。上14年卖4亿，克勒舍不仅早日升职成了法英 CEO， 当选了德甲最佳经理人，同时拜仁、多特、AC 米兰也早就放话，你想来随时来。虽然大家开玩笑说法兰克福卖人绝不买说明书，但被骗了太多次的豪门更加偏爱法英是有道理的。第一是德甲水平比葡超、荷甲高了好几个维度，第二是法兰克福的欧战含金量同样很高，可作为验货的试金石。虽然目前看约维奇、克罗姆阿尼和德伦斯特伦水得一塌糊涂，但帕乔、马尔姆什踢得还不错。如果埃基蒂克一不小心真踢出来了，不知道目前首发阵容年龄只有24岁的法兰克福下一个准备坑谁。